Hello，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这一集我们又回到了美甲中阶线上课程第11集。各位通过我们的封面应该已经发现，这是法式指甲的上集。那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会来提一下法式指甲是什么，法式指甲的类型、法式凝胶笔的选择，以及基础法式的实际涂法。那到了下一集的时候呢，我们来教一下大家各种不同法式的变化涂法。那这一集呢，当然是在我们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课程里面，前面上过理论课程，那现在呢要来上实作的课程。实作课程里面，前面也上过了满版，也上过了渐层，现在是法式。法式做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来上各种美甲点缀的技巧。那如果说您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话，那么你可能会发现，怎么会跳了这么多呢？因为前面已经有了第一季的好多课程，再加上第二季的实作课程了。如果您还没有看过我们前面的影片的话，请回到第一季第一集，从头开始看啊，连结就在右上角跟下面哦。法式指甲是什么？法式指甲简单的说就是古时候的农村的务农女性，欧洲的务农女性，她的指甲前端就会有那个脏东西，为了遮盖指甲缝隙里的脏东西，他们就拿白色的原料去涂它。但是古时候的白色原料很贵，为了要节省白色原料的使用，所以他们只涂在指甲前端1/3到1/4处。为什么呢？因为卡脏东西就卡前面嘛。那所以说呢，大家就叫这样子的涂法叫做法式指甲。法式指甲的类型，传统上来说，我们最熟悉的当然是白色的法式指甲。来，照片来。好，那除了白色的传统法式之外呢，我们还会把白色传统法式的颜色换掉，变成其他颜色。另外还有反发、平发、斜发以及圆发这几种很多不同的变形。那我们来用实际的照片带大家看一下。传统白色发式应该不用多解释，大家都清楚是什么东西了。那传统白色发式还有换其他的颜色，例如换红色、换黑色，甚至还有人换一些各种诡异的颜色都可以。好，再来是反发。传统发式呢是涂1/3到1/4处，那反发呢，它涂比较高，再涂满了整个指甲的2/3或者3/4。好，再来是平发，我们一般会拉一条微笑线。那如果说你今天不拉这条线，而把它拉平行线，那就是平发。好，再来是斜发斜发呢，它是一条直线，只是它是斜的而已。那斜发呢，在最近的实物里面是很常见的。因为斜发可以微调指甲感觉上的形状，让指甲看起来比例比较正确一点点。这个部分我们下集来深入探讨。好，再来是圆发。圆发就是把微笑线的弧度反过来画，通常实物上面很少有单纯做圆发的。为什么把圆发提出来讲？那是因为有很多的漫画造型或是卡通图案，它都是需要圆发的技巧来搭配的。法式凝胶笔的选择，基本上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是用平笔来做法式的甚至有时候平笔不够，我们还用圆笔来做法式。所以平笔是做法式最基本的笔。可是后来呢，技术进步了一点点，就发生了斜笔，所以也可以用斜笔来涂法式凝胶。但是不管是平笔也好，斜笔也好，它就没有弧度，所以说它比较难拉那个微笑线。后来市面上就开始有了法式指甲专用，而且大小不同的各种法式专用笔。那这种专用笔的好处是它比较能够容易画出微笑线，我们借由那个笔触的效果就可以拉出很漂亮的那条线。到了此时此刻，我们基本上做法式指甲的时候都会拿法式笔来处理，因为快速有效。基础法式凝胶涂法，
简单来说哦，法式指甲呢，就是把甲面画出1/3到1/4的地方，而且先涂好微笑线的左侧跟右侧，再来利用弧度把中间填好。这个时候呢，就把大致上的形状画好了。之后呢，再照灯把它照干，然后再反复的一直涂抹，把色泽涂到饱满为止。传统法式凝胶示范。刚刚我前面讲了法式的涂法，那个是嘴巴上讲的咯。如果各位听了就知道该怎么做法式的话，那就奇怪了。好，我们当然要提供给大家现场的操作，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把画面交给 Peggy。Peggy 老师不但要示范用真人来做法式凝胶指甲，甚至他还要讲解很多做法式指甲的小技巧。那么大家就和我一起欢迎 Peggy 老师。我们现在示范呢，所谓的传统法式，大家对传统法式非常感兴趣，可是很多人比例都没抓对，有些人为了漂亮抓得很低，没有错，那看起来会很漂亮。可是如果我们以传统的黄金比例来讲的话，你要把它试想这边画一条中线，中线里面呢对放一半，一半了之后再一半，也就是说传统法式应该是占1/4，什么意思呢？粉红色的部分占3份。白色的部分占1份，这是最标准的一个传统法式。好，所以我们开始前找出中线，甲床的一半，再一半，这就是你白色发饰的位置，所以基本上是蛮高的哦。那有些人为了漂亮会拉得很低，那就不是传统发饰，那个我们称之为稍微变化的发饰。好，那我们来开始咯。那你可以看到，就是我现在使用的这个笔呢，为了因应很多新手美甲师可能不太会做传统发饰，他们可能会有贴纸，或者是像这样子的笔。像我们早期呢是没有这样子的笔，我们早期的话你就只能够手工慢慢弧度抓出来。可是如果现在有笔有工具，你就买现成的也可以，就不用练得那么辛苦。那你可以看到呢，我左右两边呢，去抓它的弧度跟比例，然后把它抓到位置，大概1/4哦。传统发式1/4，好，你可以想来一半再一半，我刚刚提到了一半再一半，所以你要自己有中心点。那再一半的时候，那个高度，好，这边中线一半，然后1/4有没有到达那个高度？有，很好。那我们就继续。好，我们先进去照灯。白色通常是很不好操控的颜色，因为它很容易不饱和，所以我们需要少量多次的上，记住是少量多次哦。现在是第一层上完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加强它的饱和度。第二层是要让它颜色更饱和。等一下还可以教大家怎么掏假波。那你可以看到用笔的话，有时候我们像它这个笔刷，有时候它没有那么的漂亮，也就是说它的边线它没有办法做得非常的完美，它还是会有些凸起的地方。那当然有时候他们会修图，所以你远远看觉得好像很棒，不可能。现场操作你会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呢，我们可以再利用一支像这样子的一个线笔，再把边线拉得很漂亮，让它那个毛刷边缘呢，毛边的地方呢，用手工的方式把它拉得更完美。然后边线也可以拉得很高，很漂亮。所以你就是大家常常看到，就是哇，怎么那么漂亮的发饰就是这样来的。其实我们多少都会修啦，在现场的时候又是一回事。然后这边呢，你会看到，因为它的指甲是有一点点，就是没那么完美，旁边的肉有一点点把指甲包覆进去了。我们可以帮它把肉剥开上。那这样子毛边就会很漂亮，就没有所谓的毛边问题。
好，通常白色大概要上到2、3层以上。好，我们进去照灯。好，来我们手上来，我们会看到呢，我们的边线现在很漂亮的，对不对？那我们就要让它颜色饱和咯。现在让它饱和，你会发现我有个小小的技巧，当要颜色饱和的时候，我就会拿这个笔刷。这笔刷是什么呢？就是呢甲油胶上面本身的笔刷，这样子颜色就会非常饱和。那一般来讲，现在很少徒手在上那个发饰啊，大家通常都是可能会贴个贴纸。你要看到徒手上发饰是已经比较少。这个包进去，对，我们再把它拨开，拨开。这就解答了为什么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我上白色怎么上它都不够饱和，怎么上都不像影片上那样子的？对，因为影片都会拍一半，有一些小技巧大家会看不到。那我们现场操作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技巧，就像刚刚的毛边，我会拿一个有没有短线的线笔去把它稍微做遮掩，然后呢，最后呢，我们还会再用本身的这个笔刷吼。让它颜色更饱和。当然还有更多的技巧，因为你在沙龙现场会碰到一些指甲没有像刚刚那个 model 手上那么完美，一定会有一些瑕疵。那这个可能就要现场操作才能再教大家。然后再来就是发饰的比例要抓好，如果人家要的是传统发饰，1/4是最漂亮。那当然，人家看起来就指甲好像很修长，有些人会拉得很短，就是所谓很短，就是说白色的那个发饰的那个微笑线会拉得很短，看起来甲床就会很长，可是它就不是我们所谓的黄金比例。你会发现我有一个小技巧，我都是少量多次的刷，我们不会像很多影片啊炫技，可能就是一下啪上去，让你觉得很美。你就会很多人去操作的时候发现说奇怪，为什么我怎么操作都不像影片上面那样？影片可以剪吧？好，我们进去照灯，我们今天就完成了。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把它保护起来，它就是一个漂亮的发饰了。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现在会有很多讨价包，可能会贴发饰的贴纸，然后你涂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涂。好，或者是你还有另外一个，现在有个工具，它会出这种像发饰笔。那它就有个漂亮圆弧线，就左边涂一道，右边涂一道。可是你透过这个发饰笔，你可以看到它旁边都会有点毛边，有没有？多多少少，再好的笔都会有。这时候你需要准备一支像这样子的短线，把旁边的边线锐利化。那这是很多人不会讲的技巧，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影片这样涂完就好像很厉害，有没有？没有，那是剪辑的效果。好。那把它保护起来，保护起来之后呢，就结束了。那当然有一些比较会撞的吼，你可能就要再帮它上所谓呢美甲呢的术语叫做建构，把它再包起来。先进去照个灯，把它保护起来。喂，大家又看到我啦！看到我就代表上集准备要结束了。这一集我们复习一下，我们教了发饰指甲的
简介啊，各种的基本样式，以及把镜头带到现场去看一下 Peggy 老师实际上做出来的发式指甲是怎么教的。那么在我们后续的下集里面呢，会再教到平发、斜发、反发、圆发这些实际上的涂法。好，欢迎各位要追着我们的下集看哦。中介美甲课程里面呢，前面已经上过很多理论课程，现在呢会继续上发式指甲，这边是上集，后面还有下集，之后呢会来教一些点缀的技巧。那么还是提醒各位，下一次我们会教反发、平发、斜发、圆发这些非常好玩的发式变化，而且是现场教学。如果不想错过我们的话，请持续追踪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谢谢各位，拜拜。